签了吧。清渊阁的错你认下，苏府还能给你留体面。倘若签下文书，母亲毕生心血就要拱手让人。清渊，徐家的人已经到了，别再耽误。徐家只看结果，若清渊阁无人担责，合作今日便到此为止。姐姐，清渊阁不能因你一人受累，你签下，我会替你把铺子撑起来。月娥懂规矩，也懂香，你如今最该做的是认下这个错。你这是何意？这字意一落，错就是我的，可这错不是我犯的。清渊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，我不签退约书，也不交清渊阁。清渊阁亏损，徐家退单，香料短缺，哪一桩不是你处置不当？若真是我的错，我认；若有人借我的名，动我母亲留下的铺子，这账就不能胡着算。我母亲留下的清渊阁旧印，印面完整，这枚缺角。缺角？旧印多年磨损，有缺口也正常。磨损会虚，可这缺口边缘整齐，像是新刻时就少了一角。姐姐凭一个印痕就想推翻所有账？我不推翻账，我只要重合。重合要时间，徐家的损失谁担？若合完是我错，我亲自担；若不是，徐家也该知道谁拿假账糊弄你们。徐公子，他是在拖延。3日，3日后，若他拿不出说法，徐家退单照旧，但这3日内，清渊阁不得交接。徐公子，这是苏府家事。可这份损失是徐家的生意，我有资格等个真相。 3日够了，姐姐最好真有本事，否则3日后你失去的不只是清渊阁。我已经失去过一次，这次不会再让。这香不是清渊阁今日用。姐姐既然要3日合账，那清渊阁也不能空着。今日先挂新牌，免得客人无处问询。3日未到，牌匾先到。妹妹比账还急，只是暂贷。清渊阁不能因你一句怀疑就停摆。暂贷可以，那请母亲拿出清渊阁旧规，写明谁有资格暂贷主理。旧规在账房封册里多年未翻了。姐姐何必拿旧规压人？如今铺子有损，先稳住才是正经。规矩不是压人的，是防人趁乱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苏姑娘，你说印有问题，可只有印痕，不足以定论。所以我要看旧印。旧印一直由清月阁保管，你自己保管不好，如今倒问旁人要。母亲在时，真正旧印所在后柜，交接用的是复印，主印只用于主理变更。这规矩你怎会记得？母亲教过，印可以盖在纸上，也可以压在人心上。若保不住印，就保不住清渊阁。姐姐说的动听，可谁能证明？老夫人，大小姐说的是真的。当年夫人立规，主印所后柜，钥匙一分为2，一半在苏府，一半在清渊阁老柜。周掌柜，多年旧事，你可别记混了。小人不敢乱说，夫人还留过木牌。母亲遗留旧物，我幼年时常听闻，今日总算得见木牌。钥匙呢？老柜那半把还在小人手里。后柜多年未开，万一里面空了，又要怪谁？空不空，开了才知道。若母亲旧印还在，今日文书上的缺角印就是假的。若不在呢？若不在，就说明有人比我更早动过它。开后柜。老夫人，后柜一开，事情便闹大了。事情已经闹大了，开！大小姐，真正的旧印早就锁在后柜，若还在，清渊阁就还有路。那就把这条路找回来。小姐，若旧印在，就能证明文书有假了。别急，越是关键，越不能只判一个结果。怎么会空？看来清渊阁的旧印确实你保管不当。不可能！夫人在时，后柜从未出过差错。人会变，规矩也会废。大小姐接手后疏忽，难道还要怪旁人？苏姑娘，旧印不在，你的说法就难立。小姐，不对，这个匣子最近被打开过。凭什么？封柜多年，匣底若有灰，是尘灰，可这是香粉，气味未散。沉水、白芷，还有一味寒月草。寒月草，那不是夫人旧方里才用的香料？香粉而已，清渊阁到处都是香，你想拿这个翻案？普通香粉落不到锁在后柜里的空印匣中。这味香有多少人能用？如今的清渊阁没人用，可母亲旧册里有。又是你母亲旧册，清渊，你莫不是想用旧物编新话？
旧物不会说谎，说谎的是拿他做局的人。小姐，旧印不见了，他们肯定会说是您弄丢的。他们正等我慌。大小姐，小人有愧。当年夫人走后，小人若再坚持些，也许……周叔，现在说愧没有用，你只要告诉我母亲旧册在哪。旧册原在清渊阁内柜，后来被府里收走。府里？那不就是柳氏手上？苏姑娘，3日合账，如今旧印不见，你要先查旧册，时间未必够。所以我需要徐家的回单。你要查订单？旧印是入口，不是终点。能让他们急着拿假印盖文书的，一定不只是交接。你怀疑徐家订单也有问题？不是怀疑，是香粉告诉我的。香粉？寒月草只在旧方归宁里用过，那方子3年前停用，可徐家最近退回的香中有同样底味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用旧方做了徐家的货，还用了假印，走了清渊阁的名。这是我能给你的第一份，但苏姑娘，我不是信你。我知道，你信账就够了。以外3号，大小姐，这编号好像在夫人旧账里出现过。那就从以外3号查起。旧香方册今日起由府中统一保管，免得你借旧册生事。这是夫人留给小姐的。姐姐如今连旧印都说不清，旧册自然不能再由你一人收着。母亲的旧册我可以给府里看，但不能由你带走。我是苏府主母，难道还看不得一本册子？看的，拿不得。清渊，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没洗清嫌疑，所以更不能把唯一能洗清嫌疑的东西交到嫌疑人手上。姐姐慎言。我说的是规矩，谁急谁对号入座。你以为有旧册就能证明自己？不用旧册，我也能证明。寒月草3钱，沉水1钱，白纸半钱，冷香先服，暖香后陈。此方名归宁，只供乙戌年徐家3号事项。小姐，您都记得。母亲说过，香方能写在纸上，也要记在人心里。背几句方子算不得什么。那妹妹说说，归岭方为何停用？因为底味太冷，不合徐家后续商务。母亲亲手改方，改名归路，只可惜未及公开。够了，旧册留下，人也少折腾。3日一到，你若查不清，清渊阁照样交接。3日后交不交，不由你一句话定。小姐，柳氏为何急着收旧册？因为旧册里不只有香方。真有东西？找到了。苏姑娘，是我。徐公子夜里来做什么？徐家的意外3号回单，我让人重新抄了一下。你若要对账，或许用得上。徐公子这是信我了？还没有，但我开始怀疑徐家退单背后不止一个错处。3日很短，你若只查印，来不及。我查的不是印，是一条被改过的路。什么意思？同事以为3号，清渊阁账上记的是30盒，徐家回单是50盒，少了20盒。不是少了，是有人把20盒转到别处收了款。收款处是谁？柳记。柳氏的娘家铺子。这局比假印大。徐家只催问一件事：以毛3号订单为何短缺？清源阁账上确实30盒，徐家却写50盒，中间20盒不在阁中账。香是清渊阁的香，款却不是清渊阁的款。看这里，残账上有以冒3号，另计柳。另计柳，柳记代收。有人借清渊阁名义接徐家单，再让柳记收款。清渊阁担责，柳记拿利。若真如此，徐家也被蒙在其中。所以徐公子现在还觉得这是苏府家事吗？不是了。周叔，以卖3号之后，清渊阁是否忽然被记了一笔亏损？有，行六损耗20盒。他们把转走的货记成损耗。账做得巧，只要我认了退约，亏损就是我的，旧账就没人再查。我可以让徐家账房出面复查。暂眼皮不用。为什么？一旦徐家出面，柳氏会说我借外人压苏府，我要先让苏府自己开口。
你想逼柳氏拿转单？不是逼，是请他守自己口中的规矩。家族铺面之间调度常有代收，柳记代收不过是为清渊阁周转。代收可以，谁签的转单？姐姐，柳记与苏府正厅本就是亲近铺面，何必分得这么清？正因亲近，才要分清。账不清，情分也会被拿来垫账。柳氏，若是家族调度，应有转单。自然有，清渊阁座就印在此，清渊当时也是知情的。又是这枚印，姐姐又想说缺角，就印磨损，不足为奇。若只有一份，或许可说磨损。可退约书、交接文书、转单，3份的印痕缺角位置一模一样，这不是旧印磨损，是同一枚假印反复盖出来。柳氏，这转单从何而来？账房呈上的，我也是照规矩办事。那就请账房出来说清楚。清渊追得太紧，有些人会受不住，受不住的不该是清白的人。你只需照实说，以茂3号转单是不是账房旧存？是旧存。谁送入账房？小人记不清了。记不清送来的人，却记得是旧存。清渊，你现在连内库纸也要攀扯到我房里？一名是指出自内库。清渊，账房每日经手许多文书，记不清人有什么奇怪？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份转单太新，乙卯年的纸边角会泛黄，可这张纸边发白，墨色也浮，它不是旧存。还有印泥，旧印泥沉暗，这枚印色鲜亮，盖印时间不会太久。徐公子也懂印泥？徐家签商单，总要会看几分真假。账房先生，这份转单若是近日才放入，你现在说出来还只是失察，若继续替人认账，就不只是失察了。账房的差事可不是人人都能保住，想清楚再说。母亲这是在提醒他，还是替他说？我是在提醒你，凡事留余地。余地该留给肯说真话的人，不该留给假文书。大小姐，小人只知道3日前有人送来一叠旧文书，说要补入旧档，旁的小人真的不知。谁送来的？是柳姑娘身边的翠芝。我身边的人送了文书，不代表是我受益。姐姐，你不能凭一句话就咬定我。我没咬定你，我只是问，翠芝为什么能拿到清渊阁旧转单？我不知道。那这3份盖着同一枚假印的文书，你也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够了，月娥不过帮我整理旧档，你何必逼她？原来是母亲让她整理旧档。柳氏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她偶尔帮府中整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可整理旧档的人碰到了假印文书。徐公子今日话不少。因为徐家的账也在这3份文书里。3日之期还有1日，我会把假印、转贷钱款一并查清。姐姐最好查得清，否则今日你让所有人难堪，明日所有难堪都会回到你身上。我不是要谁难堪，我是要清圈阁的账别再替谁遮丑。明日正厅复合。明日他们不会空手来。我知道。需要徐家账房吗？不用，明日我要先听周掌柜说话。他未必敢，所以我要让他记起自己为何留下。大小姐，明日复合，小人怕说错。周叔都到这一步了，你可不能退。小人不是不想说，只是柳氏长着府中铺面，若小人说了，清渊阁这些伙计日后……周叔，你怕连累他们。母亲留下这块木牌，不是要你替他赌命，是要你记得清渊阁曾经怎么做生意。明日你不用替我说话，也不用替母亲说话，你只说亲眼见过的事。若我只说一半，够吗？真话哪怕只有一半，也比完整的假话重。夫人在时，旧印从未离柜。后来有一次，柳姑娘来过后堂。柳月娥，她说奉柳氏之命查旧档，小人不让进，她便拿了府中令牌。她进后柜了吗？没有开柜，但她在印匣旁停过。也就是说，他可能接触过印匣，却未必拿走旧印。够了，至少能证明他接触过不该碰的地方。大小姐，
明日我会说。多谢周叔。不是为大小姐，是为夫人，也为清渊阁。退约书、交接文书、转单3份文书，印缺口一致，印泥新旧一致。请问柳姑娘，翠芝送入账房的旧档如何解释？姐姐说是我的人送的，可我身边丫鬟众多，难免有人被利用。被谁利用？这就要问姐姐了。旧印在姐姐房中，旧册也在姐姐手上。若说有人能安排这一切，姐姐比我更方便。你胡说！我只是说可能。姐姐能怀疑我，我为何不能怀疑姐姐？周叔，你说。夫人旧印从不离柜，柳姑娘曾奉柳氏之命进过后堂，接触旧档。周掌柜，你可看清了！你说我接触旧档，那就能说我造假？小人只说亲眼所见。那你也该说完整。那日是谁让我去的？是姐姐！姐姐，你忘了吗？你说清泉阁旧档杂乱，让我帮你整理。如今出了事，你就把我推出去。清泉，何有此事？从前我一时心软，却应允他入阁整理，对方竟拿旧事构陷。姐姐，你若要我担责，也该给我一句实话。清渊，事到如今，认错还来得及。我让他进过清源阁，这一点我认，但我没有让他碰旧印，更没有让他拿假印盖文书。证据呢？明日我给你证据。小姐，刘月娥昨日那话太狠了，徐公子都迟疑了。他迟疑正常，他是徐家人，不是我的人。可他之前帮过我们，帮过，不等于该无条件信我。苏姑娘，这信你看过吗？谁这么坏？竟说小姐早造之假印。信中说你早知道旧用有问题，却故意拖到退约当天才发作。你信吗？我来问你，那就是未必不信。你昨日承认让柳月娥进过清渊阁，却没解释原因。因为那是事实。事实也可以有前因。可我不想用前因，把自己说得像个受害者。有时候解释不是示弱，有时候追问也不是公正。苏姑娘，徐家给你的3日是生意上的让步，不是无限期的信任。所以你若不信我，就看账，别看我。账会告诉你谁拿了钱，印会告诉你谁盖了章。至于委不委屈，不重要。你觉得信任不重要？信任重要，但我不能拿它求你站队。不过，这信倒是送的及时。什么意思？这纸出自苏府内库，内库纸质偏厚，边纹有暗花。苏府只有3处能理，柳氏房中账房也能理。现在信也可以入账。这种纸，近3日谁领过？大小姐，内库领用都有规矩，不能随意查。小姐是苏府嫡女，查自家纸册都不行。主母吩咐过，账册不得外借。近3日领旨的有3处：老夫人院中、柳夫人房中、账房，还有大小姐院中。我们院里什么时候领过？册上写着秋堂姑娘领的。我没有。这手印不是秋堂的。你能证明？能。秋堂右手食指曾被香灰烫过，指纹边缘有断纹，这个手印完整。小姐，有人不仅送匿名信，还想把信纸来源扣到我院里。 3处之中，柳氏房中账房最可疑。可他们也会说是我院中领旨。大小姐，柳夫人账房昨日确实来过，但领的是整刀纸。整刀纸？对，说是要补旧账。补旧账，又是补旧账。昨日还开着，今日怎么锁了？账房整理旧册，暂不见人。是整理，还是换册？清渊，你现在连内库纸也要攀扯到我房里？一名是指出自内库，3处可领，其中1处是母亲房中账房，巧得很。你院里也领过？我没有。领用册上有你的名字和手印，难道册子也会撒谎？册子不会，人会。你总说别人作假，可真正拿不出完整证据的人是你。那就开账房，看昨日旧册是否还在。徐公子，苏府账房不是徐家铺子，
你无权说开就开。那我请老夫人开。老夫人今日身体不适，暂不理事。清渊，3日之期快到了，你查了印，查了纸，查了账，可哪一样能定局？母亲这么急着关账房，倒像是替我证明里面有东西。哼，你可以继续猜，但清源阁明日必须给徐家结果。旧册破损污旧，已重新自抄。偏偏今日正抄，账要清楚，当然要抄新。账太干净，也是一种破绽。徐公子慎言。不用争，新账册我会看，旧账页我也会找。小姐，寒月草不是常用料，每一批入库都有批号，只要找到1某3号用的是哪一批，就能查出出货数量。可入库册也在账房，他们会不会又换？入库册可以换，香料签不能。香料签，每批香料入柜会留1枚木签，母亲定的旧规，签随料走，料尽签封。这比账册更难临时作假。所以柳氏急着换账册，却未必来得及换木签。小姐，我们现在去清源阁香料柜。去。大小姐，乙卯年只入过2批，把乙卯年前后的木签都取出来。清渊阁账上却只记30盒，说明另外20盒不是损耗，是出了货。可若出了货，必有领料人签名。是柳氏，这次不像柳夫人，倒像柳月娥。柳月娥会承认吗？不会，他会说是我让他领的。那怎么办？让他自己说出下一句。他不怕被查，他怕被柳氏放弃。只要让他知道这签名背后还有代收款，他就会。你要在明日复核上逼他和柳氏对上。不是逼，是把他们藏在同一张账里的利益摊开。大小姐，还有一物，夫人在时，香料签封存后会留1份旧样。这不是普通寒月草，有问题。这一批掺了沉水伪料，气味会更冷，和假阴匣里的香粉一样。也就是说，碰过假阴匣的人也碰过1某3号香料。对。小姐，现在还要制香？不是制成香，是复原当年的香底。香料不会说谎。寒月草脂轻，不能重碾，重了冷味会浮。夫人当年也是这样筛粉，宁慢3分，不粗1厘。粗粉入香，气会断；细粉入香，味才连。这3味为何同用？寒月草清灵，沉水压底，白纸把冷气拉回来。混香不能急，急了每一味都想先出来，香就乱了。人说话有轻重，香也有次序。这是窖藏。短窖，香灰稳气，让3味香先认得彼此。香道不是用来赚钱的工具，它是把情感和记忆留住的办法。每一味香都要知道自己该陪谁走一程。所以你守清渊阁，不只是为铺子，是为母亲留下的路，也为那些还愿意等这炉香的人。不好了，柳姑娘大人来了，要当场封存。他们来得很快，因为他们怕我们找到这枚木签，也怕这炉香醒过来。那就让他们看看清渊阁的旧规到底护的是谁。姐姐，香料房是清渊阁重地，你私自翻动旧料，是想毁了证据，还是想补证据？柳姑娘慎言，小姐是在查账。查账要有老夫人手令，姐姐手里有吗？没有手令，就请姐姐把香料房封了，等明日复核，再由府中统一查看。姐姐若真翻出了东西，何不拿出来？拿出来之前，我想问妹妹一句。问1某3号寒月草，你领过吗？我帮姐姐整理过旧档，是否碰过香料，早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也无法。木签记。一个柳字就想定我的账，柳氏、柳记、柳家管事，哪个不是柳？所以我没说一定是你，我只说这批香料出了50盒，不是清渊阁账上的30盒，多出的20盒经了柳字手。而徐家回单也是50盒。柳姑娘，你不是说清源阁只出了30盒吗？账册这样写，我自然这样说。那现在账册和木笺对不上，妹妹觉得是账册错，还是木针错？我不是账房，姐姐问错人了。不，我问对了。既然妹妹要封香料房，那就请在封存单上写清楚，
易某3号寒月草木签仍在，旧样仍在，小匣仍在。写了，明日谁也改不了。不写，我当妹妹不敢。姐姐别得意，明日复合，账册才是正正。账册若干净过头，就不是正正，是新一。他们要的是我师太，可我不能给。母亲的清渊阁不能输在我一口气上。你不是一个人在守，至少明日复查，徐家会按账说话。只按账，也按人心。小姐，封存丹要收好吗？收好。明日它不是封门的纸，是开局的钥匙。3日已到，清渊，账册已重抄清楚。以谋3号，清渊阁只出30盒，亏损也由你接手后造成。账册清楚，不代表账清楚。那你拿出比账册更清楚的东西。昨日柳姑娘亲自封存香料房，单上写的明白，易魏3号木签、旧样、小匣均在。我只是封存，不代表认可你的说法。我也没让你认可，我让木签数。以某3号寒月草50盒用，徐家回丹50盒，清渊阁新账册30盒。亏空账空，你如何解释？只是预估，实际出货30盒，那为何少了50盒？旧样也能看出数量。能，寒月草每盒用量固定，旧样封存量也固定。母亲定规，料尽签封，样随签存。这里缺的，正是50盒之后的余量。大小姐说的是旧规。旧规，你们口口声声旧规，可清渊阁如今亏损也是旧规害的。不是旧规害的，是有人只借旧规的名，不守旧规的底线。清渊，你拿木签说50盒，最多证明徐家确收了50盒，可代收款是家族调度，并不违规。既然不违规，请拿出代收款入苏府总账的记录。有事，代收款入总账了吗？时间久远，需再查。不必久查。柳记代收后第2日，清缺阁账上多了一笔香料损耗。同日，柳记账上新增客香承担，2笔金额相抵，正好20盒。清渊阁单亏，柳记计利。徐公子，此事未复核完，不宜下定论。我说的是账面呈现。这是从账房废纸笼中找到的旧账验，虽缺金额，却留有以外3号、寒月草、柳记。哼，废纸抽里的东西也能当证？不能单独定证，但能与木签、回丹新账册互相照应。照应？你不过是把碎纸旧签拼成对你有利的说辞。母亲说过，账最怕读看，读看每一页都能圆，合看缺口自己会说话。这新账册是谁提得的？账房先生。月娥，清渊岩本就不该只姓苏清渊一个人的名。明日商会有人来，你只需说清渊阁旧规混乱，苏清渊不适合主理，剩下的我来安排。月娥，别忘了，只有我会给你机会。大小姐，商会送来的，说接到苏府申请，要复合清渊阁主理资格。不是说等账房先生来吗？他们怎么又请商会？商会复合一开，清渊阁名声会先受影响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客户都会观望。柳氏换战场，若复合不过，清渊阁是不是就要交出去？不止交出去，以后清渊阁再谈合作，都会被问一句：你们的账干净吗？他们是要毁小姐名声，仿佛将私人恩怨踩在脚底，目光穿透的利益，不是毁我，是把清渊阁拖进公开审查，逼我自己退。你可以拒绝商会复合，徐家愿意暂时说明，退约未定。拒绝就是心虚。应下，代价也不小。母亲留下清渊阁，不是让我只在安全时守它。你计划硬？硬。账房先生不在，清渊阁暂不交接。老夫人，徐家3日之期已到，若再拖，恐怕有损苏府名声。徐家愿等复合结果，前提是所有旧账旧物不得再动。来人，封账房，封内库领用册，封清渊阁香料房，待账房先生到场再复合。是。账房先生不是不在，是不敢在。你想找他？不，现在该找是让他不敢出现的人。姑母，账房先生为何不来？若他被苏青云找到，岂不是全乱了？乱的是他，不是我。可目前有我的字。
只是一个柳字。他已经怀疑我了。月娥，你要记住，你从未领过那批香柳，你只是帮清月整理旧档，旁的一概不知。那代搜款呢？柳记账上若真有，柳记的账不会让他看见。姑母，当初你说只要我帮你接手清源楼，我就能做主理。可现在所有东西都往我身上落。你想做主理，就要担得住事。担事还是替人担责？月娥，清渊岩本就不该只姓苏清渊一个人的名。明日商会有人来，你只需说清渊阁旧规混乱，苏清渊不适合主理，剩下的我来安排。月娥，别忘了，只有我会给你机会。大小姐，商会送来的，说接到苏府申请，要符合清渊阁主理资格。不是说等账房先生来吗？他们怎么又请商会？商会复合一开，清渊阁名声会先受影响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客户都会观望。柳氏换战场，若复合不过，清渊阁是不是就要交出去？不止交出去，以后清渊阁再谈合作，都会被问一句：你们的账干净吗？他们是要毁小姐名声，仿佛将私人恩怨踩在脚底，目光穿透的利益，不是毁我，是把清渊阁拖进公开审查，逼我自己退。你可以拒绝商会复合，徐家愿意暂时说明，退约未定。拒绝就是心虚。应下，代价也不小。母亲留下清渊阁，不是让我只在安全时守它。你计划硬？硬。若商会要求同时查看旧账、旧印相方，你的底牌都会摊开。底牌藏着，就只能保我一时；摊开，才可能保清渊值长久。清渊阁要自己站住，否则今日我赢了，也不过是换个人替我撑门面。那我不替你撑门面，我只在商会问账时拿出徐家的征回单。够了。小姐不好了，刚送来的退单一共17张。要复合了，客人怕是不敢来了。若清渊阁真换主，我们还能留下吗？大小姐，17张退单，都是明日要交的货。他们一定提前放了消息。不是全部退，有5张写的是暂缓，先发今日工钱。大小姐，现在银钱紧，越是紧，宁可战死，越不能先亏自己人。小姐，那明日香料钱怎么办？我来想。徐家可以先垫香料。不行。你还在避嫌？不是避嫌。商会复合前，我若用徐家银钱，柳氏会说徐家与我串通。那你准备怎么成？开旧柜。大小姐，旧柜里是夫人当年留下的成香样，只供留存，不售卖。不卖旧样，卖旧法。旧法？清渊阁明日只做1款香，少料，线条，让客人亲眼看。清渊阁的香不是靠账册成，是靠手艺里。这等于把复合前的最后一次机会压在你身上。不是压在我身上，是压在清渊阁本来就有的本事上。你怕吗？怕，我怕明日开门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怕母亲留下的名字被人当笑话，也怕你们跟着我，最后什么都守不住。大小姐，可我更怕这一屋子旧香，从此没人敢认。这清渊阁不是要被商会查吗？先看看吧，他们今日先调香。诸位若疑清渊阁的账，3日后商会会查；若疑清渊阁的香，今日可闻。账若错，我认；香若差，我改。但清渊阁不会关着门等人定罪。苏府申请复合清渊阁主理资格，理由是账目不清、旧印不明、主理失当。清月年轻，心气高，却不懂经营。清渊阁再拖下去，只会误了合作。我愿暂代主理，先稳住铺子。苏姑娘，你可有异议？有。说。申请复合的人本身牵涉柳记代收，请商会先问提出审我的人账是否清白。商会今日复合的是清渊阁，不是柳记。以望3号订单，徐家50盒，清渊阁账计30盒，柳记代收20盒。清渊阁与柳记早被这张账连在一起。徐家回单50盒属实，可有转单？有。缺脚印。退约书、交接文书、转单3份印痕缺口一致，可真正旧印应当完整。真印不见，你凭什么说它完整？旧规口说无凭，那就看旧册。
旧册可以看，但只看规矩，不看香方。可，主印不入转单，旧账不得并入外铺。若需代收，需3方签字。一北3号转单上只有假印，没有3方签字。柳夫人，柳记代收20盒货款，入了何账？年代已久，需柳记另查。我这里有柳记账斋。你怎会有柳记账斋？是柳记自己递过来过。当年柳记与清约阁议过并货，曾给苏府送来账斋留底，只是后来无人翻看。乙卯3号，柳记新增客香承单20盒，与徐家缺的20盒相合。账斋只能说明柳记有20客香，不太代表是徐家的货。所以还有木签，一美3号寒月草50盒用，背面签柳。我说过，一个柳字不能定我。我今日不定你，我问柳记。若这20盒不是徐家货，请柳记拿出对应客人；若拿不出，就说明柳记记的这20盒来自清渊阁转走的徐家单。合理。柳记需补交对应客单。商会复合清渊阁，何以牵连柳记？牵连不是苏姑娘定的，是账定的。柳氏，今日起，柳记相关账目也要呈来。老夫人，我说呈来。青妖阁主理资格暂不变更，待柳记补账，肉印和明后再定。赢了一半，代价也来了一半。什么代价？小姐，柳记门口贴了告示，说清渊阁仗着徐家撑腰，攀扯亲部，坏同行规矩。太过分了！明明是他们账不清，反倒说小姐接徐家压人。门外已经有人议论，说清渊阁靠徐家也才被交接。我可以让徐家公开说明，是徐家主动要求复合。不行，这是最快的办法，也是最容易被他们咬住的办法。你怕他们说你靠我？我怕清渊阁以后每赢一局，都会被说成靠徐家。可若不澄清，客人会信柳记。客人信什么？不只看告示，也看货。大小姐想继续献条香？不够。柳记既说我们坏同行规矩，那我们就把规矩贴出来。贴什么？清渊阁旧规1丑3号疑点，商会暂定意见，只写事实，不争口舌。那柳记骂我们不回？回，用账回，用香回。你一边要守铺子，一边要守名声，还要避开徐家，会很难。难不是理由。我给你退路，不是替你认输。我知道，可这次我不能走你的退路。若清渊阁撑不住呢？那也是我自己撑到最后。苏清渊，你总把自己2个字说得太重。因为从前没人替我守住过，抱歉。不用，你说的是实话。账可问，香可闻，小姐这句好。门外的人停下了。这告示倒不骂人。说是商会还没定，先看看香吧。我不替徐家发声，但我可以作为客人问一句香。徐公子要问什么？清渊阁今日献条的香叫什么？还没有名字。为何不用你母亲周封归宁？归宁太冷，母亲后来想改，却没来得及公开。新名呢？归路。香能改方，人也要找回自己的路。这香名好，夫人若看见会高兴的。先试3炉。缺什么？缺一味香料，寒月草存量不够，归路的底味起不来。徐家库里有。商会复合未完，我不能用徐家库。那你准备去哪儿找？大小姐，城内寒月草余货被柳记全订走了。柳记这是故意的，明知小姐要做归路，先把寒月草订走。寒月草虽不是贵料，但归路少了它，能力起不来。我可以不走徐家库，以私人旧单周转给你，不挂徐家名。无论挂不挂，柳氏都会说我借你。你宁愿不用？不是不用，是换法。换法？母亲当年停用归宁，是因为寒月草过冷。归路要的不是寒，是回甘甘。若不用寒月草，可以用白芷苇、沉水边料压底，再以暖香回转。这法子风险大，稍重一点就浊。所以只做3炉。小姐，这可是商会复合前最要紧的香。正因为要紧，不能被柳记牵着香料走。你不是在补绝料，是在改路。寒月草被买断，
就说明对方认定我离不开他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调香之魂从来都不是任何一种草可以剥夺的。那我偏要让他知道，清渊阁离不开的不是某一味料，是调香的人。需要我做哪一半？你不借徐家的名，也不借徐家的库，那至少让我按客人的身份试第一炉。第一炉可能失败，那我就闻失败的第一炉。好。姑母，这名字为何要叫月露？清渊做归路，你做月露，客人先闻到你的，便会以为他仿你。可这方子怎么？这方子不像我调出来的，底味、转味都像清渊者旧法。哼，你要做主理，就别管他像谁，客人只看谁先退出。可若苏清渊闻方子来出，你只说是你自己改的。姑母，我可以争，但我不想被说成偷方。月娥，世上好东西不会自己到你手里。你若每一步都顾体面，就只能站在苏清轩身后。我不是怕他，我只是什么？我想赢得像我自己。等你坐上清渊国主理的位置，别人自然会承认你。夫人，清渊阁那边不用寒月草了，说要改旧法。不用寒月草，不用寒月草。是。哼，他倒有几分胆子。那月露香提前退出，就在商会复合前。第一炉白芷轻了，底味散；第二炉沉水重了，香气闷。那第三炉呢？第三炉前味轻，底味回得慢。慢也比散好。可归路不能只慢，它要让人闻到回去的感觉。香也能闻出回去？能。有人闻见旧物，有人想起旧人，有人只是想起自己曾走过的路。那你呢？你闻到什么？我闻到母亲的旧册，也闻到，我不能退。第三炉我是，前味太克制。徐公子也懂？不算懂，只是徐家常试香，客人第一吸若抓不住，后面的好未必等得到。第一吸抓不住。调香要分3层，前味开门，中味留人，底味送人回去。那归路的3层是什么？前味用一点暖香，不畏艳，是为开门，让人第一吸不觉得冷。中味用白芷尾，轻而不坚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，留人多听半刻。底味用沉水，不是压住前面，而是拖住后面。香若没有底，就像人没有归处住。那寒月草呢？寒月草原本能给冷底，可归路不该只冷，它不是让人困在旧事里，是让人带着旧事往前走。大小姐这话，倒比夫人当年更往前一步。母亲做归宁，是想让人记得来处；我做归路，是想让人知道，还能回头，也还能往前。大小姐，这味儿会不会太亮？只放半分，让它先开门，后面再让底味回。香料相配，不能只看谁贵谁稀有，要看谁愿意让，谁能拖住谁。香料也要相让，要，人也一样，只争先后，不懂相成，最后只剩一炉乱香。你是在说香，还是说人？都是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才像归路。哪里像？不是冷着把人拽回去，是让人愿意回头。多谢。这句谢我收。今日复合香品，柳姑娘先成月露香。月露香由我新改，可替清渊阁稳定旧客。小姐，这香怎么和归路有点像？姐姐，你不会说我也仿你吧？不急，先闻。前味轻，底味冷，倒像清渊阁旧法。月娥自幼学香，自然懂清渊阁的路数。懂旧法，不等于懂旧法为何停。姐姐此话何意？归路不用寒月草。不用寒月草？对，柳进买断寒月草后，我改了旧法。可月露香用了寒月草，且底味仍是旧方归宁的冷底，它像的不是归路，是母亲停用的归宁。两香前味相近，但走向不同。苏姑娘的香前味开后味回，柳姑娘的香前味轻后味冷，确有等。香露相近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是不能，但能说明你拿到的方子不是归路。我说过，那是我自己改的。调香分量相似，并非罕见。那就再问一句，归宁为何停用？明明是姑姑母给我的方子，我怎么知道她为何停用？月娥，你记错了。姑母，我只是想赢他，可你给我的到底是香方还是陷阱？想赢不可耻，可若连香从哪里来都不敢问，就永远做不了真正的调香师。你以为你懂香就高人一等？
我从不觉得董香高人一等，只是香方有来处，人也该有底线。月娥，你记错了，方子是你自己整理旧法所得。姑母，我香会乱，人也会一时说错。商会面前，别失了分寸。柳姑娘，你不必替任何人把话圆完。方子从何而来，只会说。清渊，你又想用纸边纹路攀扯？这次不看纸，看折痕。母亲旧册里的方子，每页入册前都会折2道，左上浅折，右下压痕。因为她调香时总把纸折在香盘边。柳姑娘手中的月露香方，若真是新写，不该有同样旧折。柳姑娘，请呈香方。确有折痕。旧纸针方也会有折痕。落款是苏云衡。云衡，是夫人的救命。姑母，你说这是你替我寻来的旧法，没说是他母亲的方子。清渊母亲留下的旧法，本就属苏府，你整理使用，有何不可？若属苏府，为何改名月露？为何说是柳姑娘自改？为何在柳记买断寒月草后抢先推出？商会复核的是主理资格，哪位公开旧方冒作新方，至少说明柳姑娘不宜暂代主理。徐公子，这方子不是我偷的。我知道，你想赢我，但这局不是你起的。清渊，收起你那点怜悯，月娥不需要。这不是怜悯，是我不想让真正做局的人躲在他身后。月露香方来源存疑，暂不以青妖阁正统新方名义售卖。暂不得售卖。待方圆核明。商会只是暂定，不代表月娥有错。当然，他错在想赢得太极，不是这局最深的错。你今日赢了香方，可旧印仍未召回，病账也尚未查明。青云阁的主理权未必就归你。母亲说香方是路，旧印是门，路已经找到了，门也快了。你太自信了。不是自信，是假印用的太极，必然要藏真印。你知道真印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谁最后接触过。当年你母亲离开人世后，府中诸多旧物由我代管，若我碰过旧印，也只是代为整理。我还没问，母亲倒先答了。他承认接触过旧印了。柳夫人曾接触清渊阁主印，需补说明保管去向。主印后来仍归清渊阁，周掌柜可知？周叔只知印不离柜，可后柜空匣里的香粉与以外3号寒月草同源。香粉不能定人，不能定人，却能定路径。碰过一某3号香料的人，也碰过印匣。柳姑娘，你若还记得当年进后堂那日，谁让你带走了什么？现在说还来得及。月娥，人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那就查旧年交接记录。来人，去苏府旧年交接部。这是云寒离开人世后府中旧物交接记录。若不方便，我可以替你翻。这一次我自己看。这里写着清渊阁主印由柳氏代收，3日后归还清渊阁后柜。可有归还签名？有周掌柜签名。所以我说主印已归还，签名是真的，日期却不对。什么意思？母亲旧册最后一页停笔是3月初7，交接部写他旧物入府是3月初9，可周掌柜签收归还主印的日期是3月初6。也就是说，旧物尚未入府，主印却已经归还。对，归还记录早于代收记录。日期倒置，旧年账簿整写错漏，并不稀奇。若只是错漏，为何只有主印一项错？旧册、钥匙、账柜都在3月初9后归还，唯独主印提前3日。所以后柜里的空匣不是后来空的，是有人让所有人以为主印已经回去了。月娥，慎言。柳氏，当年主印究竟何时归还？老夫人，旧事多年，儿媳只能依账簿。账簿若有假，依他就是继续错。你口口声声说假，可真印在哪里？找不到真印，假印一说就永远只是推测。母亲留下木牌，上写印不离柜，账不离名。我一直以为印指主印，柜指后柜。真正能证明主印去向的，也许在另一个柜。哪个柜？旧物交接里有一项云黄丝匣，没有归还记录。为何把副药片藏在清渊阁木牌里？思祥现在何处？当年思祥由谁代管？在姑母房中小库，我见过，
姑母说，那是不能动的旧物。许思霞，老夫人，许母亲，这道门我终于找到了。清渊，开吧。这说明谢夫人早有防备。如何证明假印是谁刻？儿媳只是按交接部办事。思祥在我房中小库多年，我从未开过。姑母，你没开过？没有。那为何你知道里面是不能动的旧物？我掌苏府内务，旧物自然知晓。母亲留下这封旧信，也许能说清楚。清渊阁不可并账，若有人以亲仆代收之名转走订单，需查以卖3号。以冒3号，信中竟已提到。辛夫人早发现端倪。他不是没留下证据，是有人把证据锁起来了。清渊，旧信只能说明你母亲有疑虑，不能说明柳记有错，所以还要看信背面。并账！老夫人，儿媳从未见过这封信。可你见过思霞？现在退约书上的假印、乙卯3号的代收、旧印的藏处都有了答案，只差最后一件并账文书。你想看并账文书？母亲旧信说不可并账，可柳记若要彻底吞下153号，就一定会有一份他同意并账的文书。清渊，你倒是查得深。既然你要看，我便给你看。这是你母亲亲笔签下的并账文书，清渊楼与柳记并账，合理合规。你母亲亲笔同意并账，柳记代收不过是照文书行事。既有并账文书，为何之前不拿？儿媳本想给清幽留体面，她步步相逼，我只好拿出来。姑母，你之前从未说过有这份文书。旧事繁杂，你不必都知道。母亲写字落笔轻，收笔稳，旧信如此，并账文书也如此。可问题就在这里，何处？这份并账文书太规整了，文书规整也能成疑。母亲调香是常沾香粉，她亲笔写的旧信，直角有沉水香痕，旧册、旧方也都有香痕，唯独这份并账文书，纸面干净的像刚从箱底取出，保存的好而已。那墨色为何符？墨未完全沉纸，粘都不够。徐公子与苏青云站得近，自然帮他说话。我帮的是账。还有日期，并账日期写的是3月初8，可旧年交接簿里，母亲旧物入府是3月99。若云恒旧物初9才入府，他初8如何在苏府签并账？也许是在清渊阁签的。不可能。为何？母亲旧册最后停笔是3月初7，她在页尾写了4个字：暂不见客。从初7起，清约阁停课封箱，只整理旧房，没有任何外铺交接记录。若无交接记录，并账文书须有见证人。见证人一览，空着。母亲不会签一份无见证、无香痕、日期冲突，还违背自己旧信的并账文书。清渊，你一口一个母亲不会，可人心会变，生意也会变。他当年也许就是想并账，只是后来未及告诉你。你可以质疑我的判断，但不能替他改底线。底线？清渊阁这些年亏损，若不将不并账，早撑不下去。撑不下去就改经营，不是改遗愿。你说的轻巧，你母亲留下铺子，却留下烂账，苏府要养多少人？亲仆之间调度有何不可？可以调度，不能偷换，不能让清渊阁背亏，让柳记记利，不能用假印盖转单，不能把未公开厢方改名抢先推出，更不能伪造一份并账文书，说这是他的意思。姑母，这文书真是后来补的吗？月娥，你在商会面前问这话，是想把自己也拖进去？我只想知道，我到底是在争主理，还是在替一份假文书站台？你若还想有以后，就闭口。经商会记录，并账文书存疑，需与旧信、交接簿、旧印一并复核。可商会复核可以，但在结论出来之前，清渊阁仍有经营风险。按照商会规矩，若主理资格存疑，可暂由族中共同监管。共同监管，确有此规。若双方争议未解，可临时设公馆，防止账务再动。我不争主理，只求共管，这样总公平吧？你拿不走清渊阁，就想把它锁住？我是守规矩，规矩不是遮布，不能哪里不利就盖哪里。苏姑娘，共管确是可选方案，你若不同意，需拿出能立即排除并账文书的证据。这不是并账文书的背刺，是有人拿母亲写过字的旧纸，反面补了并账内容。旧纸新墨，反面补文。
所以正面是后来写的，背面才是先夫人本意。荒唐！一张纸两面有字，怎能证明哪面先写？能。母亲常用淡墨记私语，墨尘指身，正面并账字迹墨浮于上，且压住了背面纹理，谁先谁后，一看便知。确是背字在先，正字在后。柳氏，这文书从何而来？旧库中所得。谁写的？儿媳不知。你不知谁写，却拿他当母亲亲笔，逼我认账。我只是依文书行事。你依的不是文书，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清渊阁若一直由你守，只会困在你母亲旧营里。柳记能给他更多订单、更多客源、更多活路。活路不是拿别人的名字换来的。姑母，当年那份月录香方也是从思想里取的吗？还有内库纸、封存单、匿名信，是不是都从你房中出去的？月娥，你现在说这些，是想把自己撇干净？我撇不干净。我签过封存单，也拿过方子。我想赢苏清雪，这些我认。可我没想拿他母亲的字替一份假文制作证。商会执事，我愿说明，月录香方是姑母给我的。他说是旧法整理，让我先推出，压住徽录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。我想做主理，不想做遮障的人。商会只能复核，不能定苏府内务。苏府内务我来定。即日起，柳氏不得再插手清渊阁账务。柳记与清渊阁所有并账接收全部暂停，待复核完毕，再按规矩处理。老夫人，清谦年少，难担大局。他能不能担，看他自己，不是有假文书替他定。清渊阁主印归你，取时代之。但商会最终记录未结，3日内你要给出清渊阁后续经营方案。还要方案？清渊阁虽暂不交接，但需证明有独立经营能力，尤其是归路乡，需有稳定方、稳客单、稳账规。这是最后一关。我接。没有寒月草，没有柳记客源，只有一炉未稳的新香。清渊，你拿什么撑3日？拿清渊阁自己的香、自己的账、自己的印。这一次，不借谁的奴，也不认谁的错。归路香方，我可以把月录香的食客名单给你，不是补偿，是我不想再替柳记拉客。你该还的不止这张名单。我知道。大小姐，清渊阁门口来了不少客人，说想闻回路。看来3日从现在开始。真印找回来了。我倒想问问那归路是不是值得的。小姐，人比昨日多。可归路法还要稳，若今日香不稳，商会方案也难过。先按3炉法，第1炉试香，第2炉留样，第3炉封方。你方案里写清渊阁以后不再接受无3方签字的代收单。对，这会少一部分客源，宁可少也不能乱。还写了香方留底只归清渊阁，不入外铺。母亲吃过的亏，不能再让清渊阁吃第2次。你不是只想拿回清渊阁？拿回来只是第一步，我要让他以后不再被一枚假印、一份假账拖走。钱位稳了，底位也回了，那是不是成了？还差一句话，什么话？让客人自己说。这香不冷，倒像走远了又能回来。我那张暂缓单不退了，照旧做。大小姐，第1张回来了。继续单，按新账规。徐家第1张新单，不是旧约续签，是新规重签。徐家愿意按清渊阁新规？愿意，3方签名，货款名录，香方不外流。徐公子这次是信账还是信我？先信账，后来信你手上的信。那这单我接，不过先盖清渊阁的印。新账规清楚，香方留底明确，归路乡已有试客回单和徐家新规订单。主印也已归位。经复核，清渊阁主理权归苏清渊，原缺角印文书不予裁定。柳记代收与并账事项暂停合作，另行清算。清渊，你赢了。不是我赢了，是账回到了该在的地方。你以为守住旧规就能走得长久？旧规不是墙，是底线，路怎么走我会自己定。清渊，你以为我一开始就想夺清渊阁？我年轻时也能分香、变香、改香，可那时没人问我想做什么，他们只说女子懂这些，不过是闺中雅趣。你母亲能有清渊阁，我却只能替别人管账，我不甘心。你不甘心可以自己开路，可你不能把别人的路改成你的名字。说得轻巧，你生来就有清渊阁。我生来有这条路，也差点被你夺走。可我守它，不是因为他姓苏，是因为他不能靠假印、假账、假方子活着。柳氏，自今日起，
你暂不管府中铺面账务，柳记相关账目交由族中另行核清。是。清渊，月露香我停售，方子我还给你。我从前嫉妒你，嫉妒你有清渊阁，有旧册，有别人一提起香就先想到你，所以我急着赢，急着证明自己。可到最后，我连自己跳出的香都不敢认来处。你错的不只是急。这些账我会一笔一笔还。若你愿意，我想从最小的香徒做起，不碰主管，不碰账册，只学香。小姐，他之前那样对你，学香第一课不是配方，是认错。你若真想学，就先把月露香所有食客一一告知方圆存疑，客人是否再信你，由他们决定。我去。做完这件事，再来清渊阁后堂，从筛粉开始。等你知道每一味香从哪里来再说。清渊阁复核完毕。小姐，今日开门吗？开。苏助理，徐家以后与清渊阁只按新规走。徐公子，以后若账有疑，随时来问。若人有疑呢？那我也会先打你。周叔，小姐是不是终于不那么累了？不是不累，是有人愿意与她一起走。清渊阁今日上新香，叫什么？归路。香有归路，人也有。